大家好，我是强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前世新闻，仅供娱乐。前段时间有人向将军报告说，北边又抓到了几个叛逃者。将军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连着起手了2斤。睡不着的将军大半夜爬起床，连夜赶到中朝边境线上，视察正在干工的边境电网加固工程思密达。将军说，前段时视察两江的灾区的时候，县城还给他们发放了丰厚的物资。我看那些灾民们不是在我面前有蹦有跳，很开心的吗？他们一个个身体都还很健康苗条，不像我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刁民身在福中不知福，尽量还要拖不出去，太不像话了。将军询问现场官员，之前不是已经拨款掐固了边境电网吗？怎么这些刁民还能跑出去？官员回答说，最近确实新增了很多电网，但是供电跟不上。这次就是因为有一段边境的高压电围栏没电，才被钻工的跑出去好几个。再加上最近发洪水，把边境3点好的电围栏冲坏了。将军说，这都是小问题，等下就用我的太阳之力把洪水冲发干净。将军当即表示，决定贡献自己避难别墅一半的用电量，输送到边境的电围栏。穷尽为了让我们的人民不被南边的傀儡国迷惑，为了人民能生活在幸福的国度，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思密达。所以大家应该永远就把自己身边想要脱别的人，以防他们误入歧途，进入水深火热的南边傀儡国。大家同时也都要节约用电，把电用来构建我们的长城，让同胞们都生活在幸福的国度。思密达。将军还其实就在边境上处决这些叛逃者，并且把处决视频分发到全国。尽管那些想叛逃的刁民会是什么下场？将军说，虽然南边溃了一个我打不过，美国也打不过，但是江山我打不了，区区一群手无寸铁的刁民我还打不了吗？将军传令，重新海陆空有联合作战，保卫好边界，一个一个都别想拖出去。义民军的士兵们纷纷做出回应，我们一定谨遵将军的指示，不打江山，只打黎民。我们相信，在将军的带领下，朝鲜人民全世世代代永远生活在全世界都羡慕的乌托邦国度，子子孙孙都沐浴将军的恩情，思密达。无论将军的宣传多么的天花乱坠，还是有人要逃离他口中的天堂乌托邦，这些逃出北韩的人就被称为脱北者。关于脱北，很多人的脑海里浮现的，首先是新闻中关于脱北的各种惊险场景，就比如2017年震惊世界的北韩士兵驾驶军车脱北事件。当时北韩士兵吴清城在38县北韩一侧上演的生死时速。还有2002年记者在沈阳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门口拍下的小女孩金韩美一家脱北的惊险一幕，中国武警死死拖住闯港的女人，小女孩站在一旁大哭。有人可能还听说过关于被中国方面遣返北韩的脱北者下场十分凄惨的传闻。据说他们移交的时候，在鸭绿江的桥那边，北韩方面的军警会拿铁丝和大钩子把人的锁骨穿透，然后全部用铁丝拴在一起，戴上手铐押回去。有的是一接过河，这边中国的武警还没撤离，那边已经开枪处决了。其实这些惊险的场面还只是这些脱北者在脱北之路上面临的一小部分危险，许多想要脱北的普通北韩人往往要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所以脱北成功者还是占北韩人口的非常小部分，在2000多万的北韩人中，仅有3万多人脱北成功来到南韩。那么有人会好奇，脱北者们走的都是哪些路线？这其中会遇到哪些困难？现在的北韩普通人脱北还容易吗？为什么如今北韩普通人几乎再也无法逃出北韩？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 Zero 君将带你体验北韩普通人的脱北之路，揭开脱北的真相。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一个人想要出国，只需要拿着护照便可以畅通的出入国门。但在北韩，
绝大多数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护照长什么样，因为金太阳认为大家应该永远生活在他光芒的照耀下，这样才能幸福。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在北韩的洗脑宣传下，绝大多数北韩普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直到苦难行军开始，大饥荒慢慢的来到了你的身边，路边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将军的恩情渐渐发胖，最终幸福的原地睡下。感觉自己最近有点微胖的你，听说了北边的人因为跨过了边界的鸭绿江或者图们江，到对面的中国后，一餐就能吃2碗大米饭。于是你决定要暂时逃出将军的光芒，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在北韩，不仅是普通人会为了不饿死而脱北，北韩脱北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脱北官员就是曾经北韩的2号人物黄长业。1997年2月12日，黄长业在国外访问回国途中，在南韩驻北京大使馆宣布脱北。黄长业的叛逃对于金氏家族来说绝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是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创始人之一，不仅是金正日的老师，还是金日成的亲密战友，但他竟然公然地在全世界面前抨击金氏政权，金家王朝当然不能容忍。他后来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和当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相比，北韩政权要独裁和黑暗10倍。他还抨击金正日，说他让数百万朝鲜居民饿死，把整个国家变成监狱，把人民变成奴隶。金正日是盗取国家的最恶劣的盗贼。实际上，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脱北的北韩官员们不同，绝大多数的脱北者只是为了远走他乡，讨一口饱饭吃。与那些可以出国的北韩官员们还有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北韩普通人，他们很难接收到来自外界的信息。此外，北韩劳动党定期进行宣传活动，向北韩人灌输对外部世界的负面看法。比如，在南韩傀儡政权的统治下，他们人民很贫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让他们相信虽然他们的国家很艰难，但比其他国家更好。北韩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报道也始终只报道来自海外的负面消息，再加上播出的一些北韩脱北者的证言，大多数普通人真心相信世界各地的人都和他们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中的信息来源可能就是村口的大喇叭，或者只有官方限定的几个洗脑电视台的节目。即使是在平壤，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但是他们从来不被允许自由地连接网络，手机里也设置了严密监控与禁止传播文件的程式，信息却依然不能自由传播。那就更不要说在牛车四处游荡、电力匮乏的农村地区，党的宣传是唯一的资讯来源，让人无法不相信。据脱北的北韩前国家安全部官员称，一名官员负责监管700至1200名居民，手下有30至40名线人。这意味着每30个北韩人中就有1人是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在农村，还有负责监视民众的人民班，他们会向主管安全官员报告在其负责的20至40户人家内发生的一切事情。人民班领导对每户人家都了如指掌，包括他们的经济状况、来访的亲戚或客人，甚至他们家里有几副碗筷。甚至邻居之间也会互相监视并举报异常情况，因为提前举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且获得奖励。在这种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下，谁都不敢向他人透露自己的脱北计划，因此很难获得帮助或必要的资讯。在这个人人都处于监视之下的世界里，有意向脱北的人也必须假装过着正常的生活，同时秘密准备脱北，要么独自行动，要么与极少数值得信赖的家人秘密联络。如果一旦有家人脱北，那么你受到的监视会更加严密。更惨的是，如果脱北失败被遣返抓回，就会被投入劳改营，而那些试图前往韩国或明确与基督教有联系的人，则被视为政治犯，最终会被送往政治犯集中营，面临的最低刑期为5年，大多数服刑期为7至10年。而在政治劳改营恶劣的环境中，其实就相当于死刑。关于北韩的政治劳改营到底有多恐怖， Zero 君在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感兴趣的可以前往观看。脱北者不论成功或者失败，
他们在北韩的家人会遭到连坐处罚，被降到社会最底层，被称为脱北者家庭，而且会代代相传。他们的亲属和子女永远无法梦想上大学或入党，也无法参军。脱北的北韩2号人物黄长业，他的家人遭到的是更严厉的连坐处罚，他为叛逃付出了重大代价。他的妻子及女儿相继自杀，儿子与另一女儿包括孙女都被送去劳改营。所以最理想的脱北就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走。2016年，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投诚韩国。2013年处决张承泽事件后，叛逃的外交官比以往更多了，而且逃跑时往往都是拖家带口的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脱北后依旧留在北韩的家人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折磨。就算你很清楚将要面对的一切，做好了心理准备后，你会发现首先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跨过国界，而是如何才能走出你所在的是活着的。北韩严格控制居民的流动，除了海关或军队管理的检查站外，还设立了许多监督检查的检查站，统称为10号检查站。10号检查站是北韩国家安全保卫部下属的检查站，设置在10道边境，是北韩居民行动管制最严格的场所。所有经过该检查站的车辆和人员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就连载有大量乘客的公务车也必须下车逐一接受检查，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检查站。虽然平壤居民可以凭借平壤公民卡自由前往内陆地区，但却不能前往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对于内陆居民来说，光是前往边境地区就很困难，没有旅行许可证，他们无法通过遍布全国的检查站。然而，就算你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得了前往边境道的旅行许可证，你就会暴露自己的目的地，在通过检查站接受检查时会有很多麻烦。由于北韩不允许人民自由流动，所以像黄海道和江原道这样的内陆地区，脱北难度非常大。据统计，来自黄海道和江原道的脱北者仅占所有脱北者的1%至2%。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北部山地崎岖，千百年来一直都是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堡垒。但反过来，它也如同牢笼，让里面的人难以逃脱。这恰恰成了北韩的金家王朝实行封闭独裁体制的有利条件。对于想要逃离北韩的脱北者来说，西边的海域水虽然很浅，但潮汐较大，水流湍急；东边的海域则更加水深浪急。南边的38线非军事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雷区，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而且两侧集中了数十万军队。只有北边，虽然山地崎岖，并且鸭绿江和图们江2条大河阻隔了边境，但至少还与中俄有接壤。而这并不能让脱北变得容易，因为目前的中国和俄罗斯当局是最不希望北韩崩溃的。对于中俄来说，北韩是抵挡与美在南韩驻军进行军事对抗的挡箭牌，而且中国担心北韩崩溃会引发大规模难民危机，扰乱东北3省的秩序。因此，中国目前不承认脱北者为难民，而是将他们定义为因经济原因脱北的非法入境者。中国政府逮捕并遣返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在防止脱北和维护北韩政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俄罗斯就更不会允许北韩的金氏政权崩溃了，因为普京与金正恩达成交易，让其源源不断地从北韩运送炮灰进入俄乌战场，这让朝俄关系更加密切。越来越多在俄罗斯的脱北者应朝鲜的要求被遣返。2023年就有试图在海参崴脱北的朝鲜贸易代表团的一对母子被俄罗斯当局逮捕并遣返。这样看来，北韩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岛。如果你能克服或者避开前面提到的种种困难，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你自己选择一条合适的脱北路线。最天真也是最直接的想法，当然就是从南边的38线直接跨过去。但现实情况是，在总计3万名北韩脱北者中，只有极少数人是通过军事分界线脱北的。军事分界线周围是历史上军队最集中的地区，
大约70%的北韩军队都部署在靠近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地区，如此严密的守卫让一般民众难以进入。而且北韩一侧还有高达2200伏特的电围栏，也阻碍了脱北者。他们必须找个没电的时间穿过非军事区，或是用铁棍把电导入地下，然后在铁丝网下挖个洞才能通过。数十公尺宽的雷区也构成了挑战。最危险的是，由于1953年停战以来，非军事区的管理不善，南韩和北韩都不知道地雷因地形变化而漂移到哪里去了。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是如今世界上地雷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正因为北韩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穿过38线，所以其实大多数透过军事分界线脱北的人都来自北韩边防部队。他们在军事分界线附近服役，对非军事区的地形条件以及南北韩军队之间的边界局势了如指掌。近几年最引起全球瞩目的北韩士兵越过38线脱北的事件，就是吴清城。2017年11月13日，一名北韩2等兵吴清城驾车通过板门店越境叛逃，他身中数枪，差点丧命，幸好后来被南韩士兵救下，在接受治疗后得以生还。联合国军司令部公布了该事件的监控录像，引发全球关注。实际上，在38线附近的北韩士兵想要脱北也并不容易。为了防止北韩士兵叛逃，北韩一般会让好几个士兵在一起互相监视。为了防止出现士兵合伙谋划出逃，只要有一个人出问题，其他人只要没有上报，都会受牵连。而且这些士兵们的家人都被登记在册，只要谁有问题，他们的家人都会被送进劳改营度过余生。通常情况下，北韩士兵会被热成像监视设备侦测到，并从他们越过军事分界线以南的那一刻起就受到追踪和监视。为保护脱北者，南韩启动了引导脱北者的行动，在边界附近设置了标志和电话来引导脱北者。以前越过军事分界线的脱北者会立即得到饭菜，但考虑到只吃了玉米饭和腌萝卜后，突然吃油腻食物可能会生病。后来南韩只为脱北者提供饮用水，并把他们移交给国家情报院，在进行健康检查后才提供饭菜。想要从南边进入南韩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军事分界线东西两侧附近海岸，乘船或游泳进入南韩。比较著名的一家人叛逃的案例，是在2011年6月11日，金英哲兄弟一家9人从西海牛岛附近的黄海南道清潭郡龙山里叛逃。据他本人供述，他亲手建造了2艘木船，与9人一起划过大海。此事件也曾在国家安全部内部被制作成教育影片。为了防止脱北者经由海路脱北，北韩颁发了入海许可证，实际上就是官方颁发的一种捕鱼许可证，从制度上限制了人们进入大海。如果你想要获得入海捕鱼的许可证，就必须获得负责边境执勤的军事单位警卫所的印章，然后需要提交给更高级的负责安全的官员，一层一层往上提交审核。据说至少需要8个部门审批同意后才能取得许可证，而且每个许可证都必须行贿。所以那些来自贫困家庭或不从事渔业的人不会获得海上通行证，因此根本无法尝试透过海上驾船脱北。即使获得了海上通行证，仍然存在困难，例如兄弟姐妹或亲戚等家庭成员不能登上同一艘船，尤其是女性被绝对禁止登船，这样一来就无法以家庭为单位叛逃。渔船本身是用小木船制成的，只允许使用规定的小马力引擎，这是当局为了防止渔民高速行驶逃跑。此外，由于在北韩个人无法拥有船只，所以只能将船只登记在渔业办公室或军事基地的副业船名下，并签订合约支付一定数额的收入，之后才能使用船只。所有渔船都停泊在渔业局下属的码头，那里设有哨所检查进出的人员，所有船只的进出都受到追踪。换句话说，要起航脱北，必须潜入渔业局安保人员守卫的港口，并操纵船只。这种情况下，渔民要将所有家属偷偷带上船，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所以，可以通过乘船脱北的北韩脱北者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会与警卫们打好关系，比如经常会送一些捕捞来的渔获给警卫，从而消除了警卫对他们的警觉。做好了前面的这一系列准备后，当你把全部家属都带上船，一旦渔船下水驶向大海中央，你就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躲过海上北韩一侧的巡逻艇。好在北韩巡逻艇在巡逻时经常燃料不足，他们会在指定地点抛锚，空转后返回。关闭引擎后，耗电的雷达也会失效，趁着这个时机，脱北的小型木船就能躲避侦测。一旦脱北渔船他们越过北方界限以南，遇到韩国巡逻艇，他们就会被救起，从而成功脱北。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有脱北者声称，他们目睹了黄海南道对为脱北者处决的场景。还有来自延坪岛服役的目击者称，他们看到渔船越过北方界限向南行驶，但被北韩快艇扣押并拖走。这些失败的脱北者都会被视为北韩的叛徒，或者被直接处决，或者被关进政治犯集中营。如果觉得获得木船的难度太大，也有人选择游泳脱北的。著名的一个脱北案例，在2014年8月14日，就有一名50多岁的父亲和一名20多岁儿子游到孝洞岛脱北。据报道，这对父子原籍平壤，曾在黄海南道白川郡待了1年，以开发金矿为名准备脱北。他们用自行车轮胎当内胎，趁退潮时进入李松江中游，漂流约26公里到达孝洞岛，最后成功脱北。也有些在无意中漂流到南边被扣留的北韩渔民，他们因为害怕自己的家人受牵连，而不接受南韩援助。2025年3月7日上午11点，2名朝鲜公民在西海于青岛以西约170公里处漂流时被韩国军方救起。这2名北韩公民明确表达了希望返回北韩的意愿，韩国政府也尊重他们的意愿，并向北韩转达了他们的意愿。然而，北韩已经将南北关系定为2个敌对国家，并切断了所有沟通管道，并未回应他们的遣返请求。然后，居住在仁川统一部避难所的这2名朝鲜公民拒绝在住所内打开电视，称他们不会看腐朽的资本主义宣传，并拒绝在50天内洗澡，称他们不会用韩国水洗澡。据报道，他们按时吃饭和吃零食，并发誓要健康地回到祖国。最后，2名在韩国待了80天的北韩人在几天没洗澡、恶臭难闻之后，终于洗了个澡。相对于往南边走，有重兵把守、布满地雷的3八线，还有海浪汹涌的海上脱北路线。北边中朝边境的脱北路线才是更安全、更受欢迎的脱北最前线。如果你是生活在与中国交界的咸镜北道和两江道的北韩居民，那么你就具备了脱北的最有利条件。生活在这里的你见多识广，因为图们江和鸭绿江上游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在图们江和鸭绿江上游紧邻的茂山郡、惠山市、会宁市、稳城郡等地，脱北者也非常多。据统计，约75%的脱北者来自与中朝接壤的咸镜北道和两江道。这里的人对于脱北行为也并不排斥，因为他们更容易从走私的人口中知道对岸的世界是怎样的。由于咸镜北道脱北者众多，有很多脱北者也从外面给北韩的家人汇款，因此这里的中介汇款产业也十分兴旺。走私的人一般利用中国手机收取汇款，再通过走私路线进入北韩。如果你想要脱北的话，只要稍微打听一下就能找到中间人，而且因为都在同一个道，所以就不需要像其他道的人一样需要经过10号哨所的严格检查才能跨道进入边境。同一个道的人可以借各种原因来到边境地区。脱北者主要选择在鸭绿江和豆满江的上游渡河脱北，因为上游的河道狭窄，水流很小，非常容易就能过河。而同样是临近鸭绿江，位于鸭绿江下游的平安北道和慈江道就不是理想的渡河点了，因为鸭绿江下游河道过宽，靠徒手根本无法渡过，除非等到江面结冰能过人的时候，但在宽阔平坦的江面上目标太显眼。慈江道四周环山，又是军工业区，通行管制严格许多，来自该地区的脱北者比例只有3%。
但不仅只有脱北者与走私客知道这一点，北韩的边防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上游这些地方的哨所一般都很多，比较危险。事先，中间人都会在预定的过河时间贿赂值班的边境警卫，这样才能保证不被值班的边境警卫射杀。一旦脱北者渡河，掮客就会将他们交给中国一侧的掮客。由于担心国家安全部窃听，他们会用手机使用预定的暗号进行通讯。掮客本身也是在用命赚钱，因为如果被遣返的脱北者在国家安全部讯问期间供出了掮客，那么掮客就必须要渡河脱北才能活下来。当脱北者好不容易渡河来到中国境内，危险才刚刚开始。中国境内设有高高的堤防和铁丝网围栏，要想上岸十分困难。而且中国边境上的监控很多都正常运行，边境附近的道路上也设有中国警方的检查站。如果你盲目的四处逃窜，很快就会被逮捕，然后遣返。所以你需要尽快逃离边境地区，逃进山里，或者进入内陆一点的村庄。或者，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付给中国掮客，也可以搭乘掮客准备的车辆前往藏身处。北韩90年代的苦难行军大饥荒时期，许多从北边脱北到中国的人，主要目的还是填饱肚子活下去。脱北者中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可以通过嫁给当地农民的方式留下，也有很多是被中间人用高薪工作引诱进入中国，然后被贩卖。因为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中国农村的单身汉纷纷购买北韩女性为妻。由于脱北者在中国是非法居留，身份无法保障，无法过正常的社会生活，事事都要依赖中国丈夫。因此，即使结婚后，他们也时刻面临被邻居举报或被中国警察抓到而被遣送回国的风险。因此，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即使遭受中国丈夫的家庭暴力，他们也无法逃脱或寻求帮助。如果运气好，买下他们的中国丈夫是个好人，他们就会在中国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但中国公安部门也会遣返带着孩子的北韩妇女，导致孩子与母亲骨肉分离。据说，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生儿育女并定居的朝鲜妇女，只要核实个人资讯并承诺不去韩国，就不会被遣返。在中国东北3省，脱北者们依旧过得心惊胆战，因为伪装成脱北者的国家安全部间谍也在活跃。这些被遣返的脱北者由北韩国家安全部招募，接受各种培训，在中国活动，举报中国境内其他脱北者的行踪。韩国脱北者经纪人有时在中国工作时，也会落入国家安全部的陷阱，被绑架到北韩。但如果在试图前往韩国时被捕，就会被无情的遣返。如果在中国东北3省被抓，他们还可以找借口说自己是为了吃饱饭活命而脱北。但如果在中国南方被抓，那就完了，因为他们会在遣返后被认定为是想逃到南边的叛徒，下场凄惨。有极少数越境到中国后没有被贩卖的，他们要不是在中国遇到熟人会说中文，就是有亲戚在中国帮他们找工作，最后定居下来。最初他们在中国生活，并没有打算来韩国，但在了解了韩国之后，他们决定来。因为会说中文，他们没有被中间人欺骗而被贩卖，而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赚钱买户口本，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有些人假装成朝鲜族，在中国当地的韩国公司工作。这些人在中国适应得很好，但由于身份不稳定，他们寻求在韩国过上更好的生活。由于有能力，他们会雇佣中间人或进入中国人可以免签入境的济州岛。到达中国后的脱北过程多种多样，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都不一样。有些人越过边境，然后立即穿越中国大陆，在经纪人的带领下，只乘坐公共汽车和火车，花了1周时间，甚至没有时间看看中国。其他人则被多次遣返，在最终脱北进入韩国之前，经历了数年地狱般的劳改营生活。不管你是在中国生活多年后才决定去往南韩，还是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南韩，你都要选择一条接下来的路。2002年3月14日
25名脱北者闯入位于北京的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他们伪装成游客，穿过使馆大楼，迅速冲入使馆。这种方法是由中间人与北韩人权运动者还有外国记者合作策划的，整个过程被提前在此等候的西方记者拍摄并公开，引发全球关注。随着此事在躲藏在中国的脱北者中传开，一波脱北潮由此开启，许多人翻越北京使馆和国际学校的围墙。在此前，就有进入中国的北韩脱北者采取闯入韩国驻华大使馆，然后在大使馆的保护下前往韩国。这导致中国方面加大了对韩国驻华大使馆周围的安保力度，脱北者们转而通过其他民主自由国家的大使馆寻求庇护。就在25名脱北者闯入西班牙大使馆事件不到2个月后的2002年5月8日，在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又发生了脱北者金光哲一家5口闯港事件。当时，外媒记者拍下了这张引起世界轰动的照片。图片中，这名被死死拖住的北韩妇女叫李桂玉，她正带着孩子试图进入中国沈阳日本领事馆寻求庇护，遭到武警拼命阻拦。最后，2名武警从日本领事馆内把李桂玉强行拽出，拉扯过程中，当时只有2岁的金韩美从妈妈的背上掉到地上后，站在原地大哭。这张照片使金韩美一家的命运为全世界所关注。当时的中国刚刚通过努力加入 WTO 不久，很注重在国际上的形象。最后在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金光哲一家被中方拘留15天之后，于2002年5月23日经菲律宾抵达韩国。抵达韩国后，得到当地的政治庇护和居留权。此后，中国警方加强了所有在华使馆大门的安保，任何人未经授权无法靠近。这条脱北者的庇护之路从此被堵上。另一种方法是透过经纪人取得假护照，或者购买尚未通报死亡的死者户口簿并取得假护照，然后以中国游客的身份免签进入济州岛，并在济州国际机场移民局或济州岛警察局自首。这是最昂贵但最安全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让经纪人贿赂客运站或机场的移民官员，安全通过海关，然后非法入境。脱北后成为记者的朱成夏就说，自1998年以来，他曾多次试图逃离北韩，但一次又一次被遣返，先后在6所监狱服刑。他花大价钱拿到了一本伪造的护照，并于2002年通过仁川国际机场进入韩国。随着1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电子护照，这种用假护照的方式也行不通了。蒙古是一个民主国家，对脱北者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并将他们遣返回韩国。蒙古路线是早期第一代的脱北路线，始于21世纪初。然而，由于通往蒙古的门户中国内蒙古是另一个边境地区，在内蒙古广阔的沙漠中，很难避开中国边防部队的严密监视，甚至靠近中国的铁丝网也很困难。即使越过中国的铁丝网，脱北者仍要面对严酷的戈壁沙漠，他们经常会迷路或处于危险之中。走这条路线时没有中间人带领，脱北者经常被留下独自穿越沙漠。这是因为脱北者只需越过边境进入蒙古，而中间人必须再次进入中国。如果被抓，他们无法承担多年监禁的风险。脱北者们需要独自越过重重铁丝网，穿越陌生的沙漠。如果被蒙古边防部队发现，就算脱北成功，难点就在于你要在茫茫沙漠中被安全找到。据说，找到一条用作巡逻路线的道路至关重要。只要找到这条路线，就能确保遇到边境巡逻车辆。安全转移到韩国驻蒙古大使馆的脱北者，在韩国政府的保护下，从乌兰巴托登上飞往韩国的班机。柳尚俊就是电影《穿越》的原型人物。他于2000年12月经蒙古进入韩国，但他的儿子于2001年7月在蒙古沙漠中流浪时丧生。此后，柳尚俊开辟了一条脱北路线，不收1分钱，亲自跨越蒙古边境，解救了数百名脱北者。从地图上看，与中国南部邻近的越南、辽国等都是亲北韩的共产国家，
还有缅甸、柬埔寨等亲中国的独裁国家，他们都对脱北者进行打压，脱北者大多千辛万苦才到达这些国家，最后被逮捕遣返。因此，即使他们非法进入这些国家，进入韩国大使馆，也可能要等待数月甚至1年的时间。而且，如果韩国方面对这些脱北者放任不管，这些国家就会遣返脱北者。2013年，曾发生一起北韩青少年从辽国被遣返的事件。在脱北者被拘留的18天里，韩国驻辽国大使馆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一次领事访谈。最终，9名青少年被遣返，他们还被用于北韩的宣传。对于越南而言，由于韩国在越南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越南对韩国的态度也比以前更友善。2004年，韩国政府与越南直接谈判，促成468人分2天乘坐2架包机大规模入境韩国。但自那以后，由于北韩的强烈抗议，导致越南当局对脱北者的搜查与抓捕行为加剧，进入该国的脱北者人数变得很少。此后，只剩下泰国这一条脱北路线。据统计，有70%的脱北者都是经由泰国路线进入韩国的。他们首先要从北向南纵线，他们会选择晚上出行，白天则待在安全屋内。自从各个车站实施实名制以后，脱北者乘坐交通工具就变得困难。抵达云南昆明后，必须偷渡辽国、越南、缅甸，深入内陆后下车，穿越丛林才能到达湄公河。这片泰国、辽国、缅甸、越南4国交界的内陆边境丛林地区，需要和当地中间人徒步10个小时，所以要做好翻越几座山的准备。东南亚的中间人大多是当地犯罪组织的成员，而这一地区又是臭名昭著的毒品之地，被称为金三角。也就是说，他们利用毒品走私路线帮助脱北者偷渡。在中国，他们会有可以沟通的中间人陪同，但在东南亚，他们必须和可能是罪犯的中间人一起穿越丛林。搭船约10分钟就能过湄公河，那时脱北者会搭小船过河，不需要中间人陪同。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要到达泰国，他们必须经由其他国家渡过湄公河。渡过湄公河，踏上泰国的土地，意味着脱北者最终获得自由。与邻近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作为亲美国家的泰国不会驱逐北韩脱北者。相反，泰国承认他们是难民，并允许他们前往任何他们选择的国家，包括韩国。因此，据报道，脱北者抵达泰国后会欣喜若狂，如释重负。只要走到显眼的地方要求报警，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会立即报警，脱北者就会被送往警察局。之后，泰国法院会以非法入境罪对他们处以罚款，并下令将其驱逐到第3国。缴纳罚款后，他们将被送往曼谷移民拘留所。无力支付罚款的脱北者则会在当地监狱与真正的罪犯一起被关押约10天，之后再被送往移民拘留所。传教组织和韩国驻泰国大使馆会为脱北者提供各种便利。在拘留营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在韩国大使馆办理临时护照签发手续，然后从曼谷乘飞机前往韩国。2023年上映的纪录片《超越乌托邦》中，牧师金承恩就是依靠这条线路帮助一个五口之家逃离北韩的。这名牧师帮助了1000多名脱北者成功逃离北韩。其实还有一种更安全的脱北方式，那就是通过被派遣到其他国家作为外劳工的便利进行脱北。金家的太阳们需要用外汇来购买豪车等奢侈品，以供金氏家族及高官们享用。而外派往世界各地的北韩劳工们就成了金家从海外获得外汇的工具。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想被外派，大多数会被派往艰苦地区干苦力活，比如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直接跨过图们江脱北到俄罗斯的情况很少见。北韩和俄罗斯唯一的接壤是罗先市，这是一个经济特区，普通人即使从北韩境内也难以进入。此外，由于罗先位于图们江下游，河面太宽使过河变得困难，许多北韩普通人被派往俄罗斯担任建筑工人和伐木工。截至2022年，估计派往俄罗斯的朝鲜工人数量在数千到1万多人之间。
建筑工人在劳动力稀缺的远东地区工作，由俄罗斯建筑公司分包。他们通常每天只睡2-3个小时，只得到俄罗斯承包商支付的薪水的10%左右，其余的钱全部成为了金家的外汇。自1990年代以来，许多在西伯利亚当伐木工的人逃离了恶劣的伐木条件，成为非法移民。在1993年开始，就发生了第一起已知的经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路线的脱北事件。现役士兵有时也会被派往俄罗斯当劳工，因为他们在军队服役，所以可以作为免费劳动力使用，而不是像平民那样支付工资。北韩工人可以购买智能手机，他们通过智能手机上网、看 YouTube、看新闻后，了解到北韩的现实。当他们知道自己一直像奴隶一样工作，于是就会决定脱北。一直到2023年，还有报道，9名曾在俄罗斯务工的北韩劳工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助下进入南韩。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韩俄关系恶化，俄朝关系密切。因此，如果脱北者试图逃离俄罗斯，他们被遣返的可能性非常高。在以前，如果没有刑事指控或北韩提出遣返要求，俄罗斯并不积极参与强制遣返脱北者。但是2016年朝俄签署了强制遣返脱北者的协议，甚至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就开始主动遣返脱北者。北韩当局意识到，在俄罗斯的北韩工人使用智能手机是其违法犯罪和脱北的主要原因，因此从2024年开始没收他们先前一直默许的手机。此外，北韩当局还在追踪2020年以来被宣布失踪的海外工人回国的情况，并对他们在北韩的家人进行处罚。2023年6月4日，一名北韩外交官的妻儿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试图叛逃时，被俄罗斯当局逮捕并遣返回北韩。如果你有幸被派往欧洲这种发达的民主国家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只需找到该国的韩国大使馆，直接进入即可。北韩一般会在大使馆所在国安排一名国家安全官，负责监督多个欧洲国家，监视力度比在东南亚国家大大降低。北韩的外劳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联系韩国大使馆或协助他们脱北的组织。负责监视的北韩安全官员们无法像在中国或东南亚那样尝试绑架、遣返等暴徒行为。事实上，这里的脱北者们唯一的枷锁就是留在北韩的家人。2022年，就有3名在欧洲大学留学的20多岁平壤女性一起叛逃。而在中东或非洲这种国家的北韩外劳，就不像在欧洲国家那么容易逃脱。但只要计划周全，等待监视他们的人松懈，也容易逃跑。但是，据说如果被抓住，他们会用棍棒打断他们的手脚，打上石膏使他们无法动弹，给他们注射镇静剂以防止他们呼救，然后以病人的名义把他们带到中国，再遣返回北韩。北韩在中国设有近80家主打朝鲜风情的餐厅。2016年，在中国陕西省一家名为柳京饭店的北韩餐厅，就有13名员工经辽国、泰国入境韩国，轰动一时。自从金正恩上台以来，驻海外脱北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对北韩实施制裁后，由于担心受到惩罚，许多无法为金氏政权汇回足够外汇的外交官，越来越多地选择叛逃。此外，还有一些人因犯罪或根据连坐罪名面临遣返而选择叛逃。张承泽被处决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后，他在海外的同伙也被遣返回国。许多人意识到危机，纷纷选择叛逃。不论什么人，几乎一有机会到海外就会选择脱北。2016年，香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后，北韩学生李正浩离开香港科技大学宿舍，搭乘计程车前往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随后就读首尔科学高中，并考入首尔大学数学科学系。比起那些在北韩境内想要脱北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跋山涉水，经过千难万险就能轻松出境。自从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北韩是第一个于2020年1月就宣布全面关闭边境的国家。
金正恩以隔离为由，比以前更加严格地控制居民的流动，并动员军队在整个朝中边境设置了2-3层混凝土墙和铁丝网，每个哨所都安装了闭路电视。在没有湖泊和军事设施的地方，到处都安装了铁丝网。在鸭绿江、豆满江、白头山路以及长长的西海岸和东海岸，都新安装了铁丝网。铁丝网之间也设立了缓冲区，甚至难以接近河边。截至2023年底，朝中边境北韩一侧有双层铁丝网，2层铁丝网上一个设有哨所。2020年8月，北韩的国安警察部门还在火车站和公共场所张贴了一份通知，宣布边境附近地区已成为禁区。通知内容中写道：不得从事破坏北部边境封锁行动的行为，凡闯入鸭绿江、图们江我方一侧的人员和牲畜，将不经警告予以射杀。从中国一侧看向北韩，河岸两旁都布满了层层铁丝网，铁丝网后的田地据说是缓冲区。自2020年以来，即使是在缓冲区耕种的人们也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进入。为了进一步加强封锁，北韩当局还频繁调动边境人员的执勤地点，防止出现士兵与当地居民勾结，实施协助脱北、走私等行为。当地消息人士还称，他们正在大幅增加监控，以防止脱北和走私。如果边境人员收受贿赂后交出人员，也会被处死。据说，由于国家安全保卫部的强力镇压，90%的走私与脱北经纪人都消失了。如此一来，通过北方边境渡江脱北几乎成为不可能。不要说肉身闯过边境走私与脱北了，现在就连给北韩的亲人汇款都变得极其艰难。自2020年末以来，通过中间经纪人汇款的路径也被切断。有经纪人透露说，给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回国人员打电话，就等于主动把自己置于国安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简而言之，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内通话被窃听了。来自南韩统一部的数据显示，脱北者进入韩国的人数高峰是2009年的2914人。自金正恩在2012年上台后，由于边境巡逻和安全措施加强，脱北者人数急剧下降，但直到2019年都维持在1000到2000人左右。然而，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金正恩下达的严密封控边境命令后，脱北者人数急剧下降至229人，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63人，2022年为67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在中朝边境的许多漏洞，都在2020年的疫情时期被金正恩以防疫为借口，动员当地军民补上了。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脱北路线难度大大提高，此后也都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了。2020年代入境韩国的脱北者，大多是新冠疫情爆发前前往中国，或被派往海外后滞留的北韩人。据悉，2023年只有2人透过直接与边境人员交纳2000万韩元的巨额费用，才成功越过中国边境进入韩国。而且随着那段时间，中国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愈发严格，滞留在中国境内的脱北者也变得更加困难。此前，他们曾使用公车和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在中国大陆境内长途旅行，但现在即使在偏远的火车站，也需要透过人脸识别和微信进行非现金支付，特别是还需要验证个人资讯和疫苗接种通行证。所有脱北者都被标记为身份不明，这使得他们很难从一个省份迁移到另一个省份。因此，脱北成本上升，也为人们必须避开检查站并乘坐私家车出行。到此为止，北韩人的脱北路径已经被金正恩全面封锁，能从里面逃出来的人寥寥无几。想要脱北的人，只能等待北韩政权哪一天能迅速崩溃。而在信息极度闭塞，当局强力监视与镇压，人民被完全愚弄的北韩政权崩溃最快的方式，应该就是北韩的2个邻国中俄承认脱北者为难民，允许他们依照人道程序移居南韩或第三国。只要中俄宣布不遣返入境的脱北者，那么守卫朝中边境的北韩边防军就会立刻放下武器，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脱北。这个消息会迅速传遍北韩全国，
导致无数北韩人逃亡，寻求更好的生活，迅速掏空北韩。不言而喻，没有奴隶可供剥削的金氏家族和北韩政权将会瞬间瓦解崩溃。